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《易经》提醒你与人交谈时，少说自己的这3件事，好运就会越来越多。俗话说，出言有尺，细些有度。一个人说话要有分寸，否则就是惹火上身。有些话只能够藏在心里，别说。凡事要三思而后言，别口无遮拦，否则得罪了人，自己还不知道。还有，遇到什么样子的人，就说什么样子的话。说话要有选择，给人留余地，千万不要咄咄逼人。老人常说，人的成就跟一命、二运、三风水。出生的环境我们自己并不可以决定，可是后天的命运却还可以自己努力更改。比如说，和人交谈的时候，有一些话不能说，这是因为群居动物，在其他人背后说过的坏话，总是会千转万转至本人耳中。再就是有一些事情自己说了，通常博取不到认同或者是认可，也许也有许多变成其他人的笑柄，变成了威胁自己的筹码。在我国古老占卜典注中，周易中就提到，不论贫富，跟人交谈的时候，少说自己的这3件事有好处。一、日常的烦恼。周易中是8卦，是卜卦。卜卦的卦象是巽下艮上，指山下起风大的意象。卜这个字从字面上诠释的话，是器皿上有一只虫的意象，意思是在告诫后人，假如一个人长时间的沉溺于酒宴玩乐的话，便会生病。而如果我们想要摆脱霉运的话，我们就得先从生活方式上找原因，从而摆脱负面的情绪。尤其是经常向别人说自己烦恼等负面情绪的话，对自己还有其他人都是一种伤害。就像郑世强教授所说的一样，天底下尤其是你自己的事情，凡是发生过的都是好事，没有坏事。任何事情只要你把它当成好事，它就真的会往好走；你把它当成坏事，它就会往坏走，都是你自己造成的。每一句抱怨说出口产生的影响都将是蝴蝶效应。也许你只觉得是一句话，但这句话将会对你未来的一举一动都产生十分的负面的影响。用一个很形象的比喻，抱怨就像是一种毒药，虽然不会一次致命，但始终是疼痛难忍。人际关系说到底是能量的互换，而如果你是一个把别人当成情绪垃圾桶的人，那也就怨不得别人要对你避而远之了。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会选择靠近那些能够带给自己正能量的人。只有一个企业高管讲过的这样一件事，我曾经有位这样的队友，我们共同负责一个新的项目，从奇葩的客户、苛刻的老板到习时生晚交了1个小时的报告，都会成为他喋喋不休抱怨的理由。有一次我们一起加班，一个关键的数据无论如何都做不对，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只能一推倒重来，本来就有些焦头烂额。他还在一旁唉声叹气，老板也真是的，自己早早的回家过周末，却让我们来弄这么复杂的东西，咱们拿的是员工的工资，却操着老板的心，你说是不是很不公平？以前我一直忍耐，那天我火了，你知不知道总说这些丧气话是特别影响别人心情的。既然都已经做了，就集中精力加快速度，做完回家，要是不想做你可以先走。他竟然显得比我还要震惊，我还没有想到会影响你呀，我不过就是随便的抱怨2句而已。生活是苦，人都是向阳的动物，没有人喜欢听负能量满满的东西。当你不停地在抱怨的时候，你的身边就会被负能量环绕，负能量越多，你就越想抱怨，如此的恶性循环，身边的人感受到你的消极，自然就会离你而去。所以别去和身边的人抱怨，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
反而它会摧毁你的意志，消解你的热情，干扰你的生活，影响你的人际关系。2、优越的生活条件，别跟人家炫耀。人性中最可怕的一面是什么？有人说是妒忌。见不得人好是人性中最可怕的一部分，无法改变。见不得身边人过得比自己好是深不见底的恶意，避无可避。所以当你过得好的时候，与其炫耀，不如不动声色地过好自己的日子。因为不管有心还是无意，炫耀总会让人失去一些东西。有个女孩的父母给她存款买了房子，当她告诉朋友和闺蜜后，朋友直接把她拉黑了。闺蜜没有表现出一丝的喜悦，只是酸酸地说了一句：“你家可真有钱。”心理学家曾有研究表明，人往往不会妒忌和自己毫无关系的人，却容易妒忌身边认识的人，自己带来祸端，并无半点好处。我一直相信一个观点，这世上真心希望你过得好的人，也许只有父母和极少数的朋友。才不外露，低调做人，是保存自己最好的方式。3、没有确定的结果，别四处宣告。古人说，君子有事不为，君子不妄动，动必有道；君子不图语，语必有理；君子不苟求，求必有益；君子不虚行，行必有证。总结根本就是4个字：谨言慎行。凡事三思而后行，是一个成年人最顶级的自律。我有个朋友因为完成了项目，听到传言说自己要升职加薪，在公司还没有发布通告前，他就开始洋洋得意地四处宣告，结果升职是另一位同事，而他在众人的眼里瞬间变成了一个笑话，还被扣上了太把自己当回事的帽子。求职类节目非你莫属中有过这样一幕，一位90后的求职者自称认识董明珠等的企业家，遭到了很多老板的质疑，于是有人提议让他现场给董明珠打电话，看看对方会如何回应。可电话拨通后一直无人接听，无奈之下他只好挂断。从一开始自信满满的向人介绍社交圈，到顷刻间被打脸，所有的尴尬和不堪怨不得别人。莎士比亚说，你的舌头就像一匹快马，它奔得太快，会把力气都奔完了。水深不语，人稳不言，沉默是最好的修行。周国平在《安静的位置》里描写了一种相处的模式，比起滔滔不绝、口若悬河的人，有时更喜欢和不爱说话的人待在一起。那种不用听废话，更不用逼自己讲废话的感觉，让人心情舒畅。与人相处，适时的沉默，适当的闭嘴，于己于人都是最舒服的状态。懂得沉默的人，往往比能说会道的人更显智慧。一个人少说话，多做事，凡事尽管努力，无论成绩多少，只需自己走得更远，前途和福气都会越变越好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